吴秀娜是个有主意的人，遇到韩志之后更是机关算尽，和池骋分手不可能，第一眼就藏在心底的人怎么会轻易舍弃？少年初见到，如今站在他身边，他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况且池骋是那么好，那么温柔。那日学校门口遇到韩志，明眼人都能看到他的异常，而池骋安抚着告诉他别怕，有我在。可是他不能开口告诉池骋那些隐晦之事，他不肯说，池骋也很好脾气的不再追问，只是淡淡一笑，算了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。那时池骋是不是特别失望呢？他没有注意，也无心注意。后来他问池骋出国留学的事能不能尽快呢？出国留学是他一直都有的计划，也是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为此他早就考了雅思，做足了准备。而韩志的出现无疑是加速了事件促成。池骋家一直支持他们一起出国的，池骋爸爸说，年轻人走出去是好事，现在这个时代发展迅速，日新月异，有了开阔的眼界，将来也好回来继承家业。同时他也是个有旧式观念的老古董，言语间又要求他们回来后早点结婚，早日生个大胖孙子给他。吴秀娜和池骋的恋情是双方家长认可的，他从小文静，骨子里却也叛逆，这种被人操控好了的人生本该是让人厌倦的。出国、结婚、生子，对方如果是池骋，他心生欢喜。吴秀娜走了一招险棋，后来韩志又来过他家楼下，他包围得严严实实地上了他的车。那男人拿下眼镜，夜幕之下的车里，他的眼睛泛着深邃的幽光，一点点地凑近了他，如同一头野兽，恨不得将他啃食殆尽。事后他常常在想，他怎么敢呢？韩志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竟敢这样堂而皇之地在车里羞辱他。他原想着小心翼翼地同他周旋一下，熬到他与池骋出了国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。可是深夜的小区楼下，他透过车窗遥遥地看到了夜空，是阴沉的令人绝望。车内气息压抑，他的手紧抓在韩志的身上，指甲用力至深，恨不能掏出几个血洞，直接将他杀死。可他是活生生的人。那凶猛如兽的男人玩味似的看着他流泪，手掌摩挲他的脖子，哑着嗓子诱惑他，跟我在一起就那么令你厌恶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以我的身份足以让你呼风唤雨，这是多少女人求之不得的事。吴秀娜厌恶地推开了他，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，红着眼睛下了车。跟一个疯子有什么道理可言呢？反抗过，也哀求过，一切都是徒劳和废话罢了。好在从那之后，韩志消停了一段时间。不久之后，他和池骋双双站在机场大厅，除了傅娟临时工厂有事没去送他，所有人都来给他们送别了，连他那好久不露面的爸爸也来了。吴秀娜满怀希望地看着池骋，挽着他的胳膊，曾经年少清俊的男生，如今就站在他面前，笑容明朗，和煦如风。可是临登机前，他在关掉手机的前一秒接到了韩志的电话。那男人轻声低笑，声音如鬼魅，吴小姐，你妈车祸正在医院抢救，不来看她最后一眼吗？如雷轰顶。那年最终是池骋一人去了国外，他匆匆赶到医院，妈妈确实出了车祸，不过并不严重，中度脑震荡。见到他还一脸吃惊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他哆嗦着声音问，怎么回事啊妈？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？傅娟气得不行，我从工厂出来，想着还有时间，说不定可以去机场送你，所以车开得快了些，结果在半路被一辆不长眼的卡车给撞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机场那段路是限制大车通行的，人已经被交警拘留了。手机里静静地躺着韩志发给他的一条微信，下一次你没机会了。一句令人心生恐惧的话使他颤抖。池骋去了国外，他留下了。然而去国外留学一开始是他的提议，在他后来打电话告诉池骋他不去了，电话那头他爱着的人沉默了下，然后说了一句，娜娜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理由吗？他捂着嘴不敢发出哭声。理由可以有很多，随口编一个也可以，但他知道那些不是池骋要听的。绝望的他找到了韩志，长久的压抑使他目光里已没了惧怕，平静地问他，韩先生，你有打算娶我吗？韩志扬眉，不可思议地笑了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好，既然你没打算娶我，就是玩玩，我陪你玩，那么你打算玩多久？那男人竟然认真地思考了下，如果吴小姐乖乖听话，我想我对你的兴趣不会超过1年。吴秀娜笑了，上前半蹲在他面前，拉着他的手放在了自己脸上，韩先生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的了。回头干净利索地给池骋打了个电话，池骋，我们分手吧。电话那头最终回应，好。可是双方都没有挂断，他等了很久很久，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捂着胸口蹲在地上，无声无业。池骋又说，你真的不想跟我说点别的吗？池骋，你等我1年好不好？给我1年的时间。好。他搬去了韩志的私人公寓，对傅娟说，打算考研，先去学校住一段时间。傅娟对他没去留学颇有微词，但年轻人的想法也是阻拦不了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韩志没有限制他的自由，他如常上课，如常逛街，与韩冰冰见了面也是如常。但大家心知肚明，他如今是韩志的秘密情人。韩志带他出席韩家的酒会、画展，心情好时也带他出海度假、马场射击。
送她各种名贵首饰，只要她流露出感兴趣的一面，韩志不介意任何价格。慈善晚会上，他站在韩志身边，一袭奢华的水晶晚礼服，长发整齐飘逸，妆容精致，完美无缺。遇到别的女人极度的挑衅，也只是淡淡一笑，并不介意。韩志宿在公寓的时候，他会买些水果，仔细地剥开，做个水果拼盘。他穿着韩志的衬衫，长发盘起，与他一同窝在沙发上。韩志看电视，他喂他水果。只是电视喧喧嚷嚷，却没人的心思在那上面。他们亲密无间，韩志会揽他在怀，握住他的手，随意把玩，清冷眉眼透出几分怜悯。你现在的确很听话，让我感觉越来越没意思。吴秀娜的心一点点地浮现出希望，可惜下一秒，这男人残忍地勾起嘴角，这么努力的演戏，不当的演员可惜了。要不要我送你去演艺圈？不用了，韩先生。手指一片冰凉，是韩志放在唇边轻吻了下，他悠悠地笑了。你很想回到他身边。他怔了几秒，回过神来，主动攀他的脖子去吻他。没有，世上男人有很多，但韩先生只有一个。是啊，谁能比得上韩志的身份和地位？更何况他还长得英俊，出手阔绰。他瞒得很好，行事小心。作为韩志的情人，彻底将秘密二字贯彻到底。池骋家和傅娟甚至都不知道他和池骋分手的事。回到池骋身边，是他一个梦。时间久了，韩志对他总有腻的那一天吧。1年之后，转机似乎出现了，韩志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女人，是个女明星，明眸皓齿，万种风情。而他也已经好久没来公寓了。吴秀娜洗完澡，一个人窝在阳台看窗外，倒了杯红酒，点了支烟。夜空澄净，漫无边际的黑，有星辰点点。这样的繁星，在大城市是很少见得到的。幼时，老家农村倒是天天晚上都能看到，遥想起来也是恍如隔世。他喝了红酒，犹豫再三，给池骋打了电话。分手之后的第一个电话，池骋那边正是白天，很快就接了。寒暄的时候很客套，吴秀娜隐约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，但他还是说今年放假会回来吗？会的，到时候我去接你好吗？池骋笑了，好啊，我带礼物给你。他心里突然就生出无限欢喜，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只要能与池骋在一起，一切都可以回到原点。电话挂断之后，他又多喝了几杯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端着酒杯在客厅跳舞，脑袋晕乎乎的，感觉无比惬意，声调也缓慢动听。从前，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将距离吹得好远。他穿着丝质睡袍，长发烫成了卷，染成了酒红色。因为韩冰冰说她小叔以前交往的都是妩媚成熟的女人，如今站在韩志身边的那个女明星，也是微微的卷发，风韵迷人。千篇一律的女人，新人终究替换旧人。他低低的笑，脚步踉跄了下，手中红酒洒了出来，接着却意外地落入了一个熟悉的怀抱。茫然的抬头，看到的明明是韩志，口中却不由自主地低声呢喃了句：池骋啊。他醉了，酒杯落地，红酒洒在地毯上，满是酒香。抱着他的人，眸子却一点点地冷了下来。那晚午夜时分，他口渴，微微清醒，看到坐在卧室椅子上的韩志，背对着他，目光看着阳台窗外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阴冷的雕像。回过神来，他后背惊出一身汗。犹记得半醉半醒之中，他口无遮拦，推搡着他，对他说了很多犯浑的话。韩志，你什么时候放我走呢？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懂什么是爱吗？韩志，你不懂，你这样的人哪里会有真心？我有喜欢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留在你身边再久又怎么样？我又不爱你，永远都不会爱你的。他说了很多，韩志一言不发，将他抱起来放在了床上，还替他盖好了被子。眼下见他醒了，那黑影也是什么都没说。卧室灯光昏暗，他起身端了杯水给他。我不喜欢女人喝酒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好，他嗫嚅地回答。池骋回国的时候，他没有去接，因为他正陪着韩志去了一处生态农场。韩志喜欢骑马，并且骑术很好，可他不会。但没关系，韩志可以教他。其实大可不必，马场很多私人教练，但他执意要亲自教。身体竖直，肘关节要弯曲，膝盖放松，脚踝放松。韩志认真起来是极其苛刻的，好在他很聪明，认真的去学，很快就可以自己溜达一圈了。韩志眼中有赞许，他喜欢一点就透的人。那天马场还有其他人，经常出现在韩志身边的那位女明星也来了。韩志坐在遮阳伞下与人谈事。吴秀娜在场上遛马，原本遛得好好的，那位骑术精湛的女明星追了上来，扬手对着马屁股就是狠狠一鞭子。一瞬间，马儿前蹄腾起，嘶鸣一声，发了疯的往前跑。吴秀娜跌落下马，摔得头脑发懵，腰部剧痛，跟断了一样。后来拦腰将她抱起的是韩志，男人紧绷着下巴，凌乱的头发下瞳孔微微连起，眼中有一闪而过的阴狠。他动怒的时候，从来不知自己身上的危险气息，弥漫着杀意。吴秀娜痛得一头汗，还不忘抓住他的衣袖，咬牙道：韩先生，我还活着，您放心。接着他被送进医院救治，从此那位女明星再也没有出现在韩志身边。不仅是韩志身边，
电视上也再没见过。韩冰冰说，她小叔的脸阴沉的吓人，那女明星恐怕这辈子再无出头之日。韩冰冰还说，可能你在我小叔心里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吧。吴秀娜心里冷冷地笑了一声，不一样。韩志那样傲慢的人，只是不喜欢别人忤逆他而已。他住院的时候通知了家里人，病房里很多人，池骋和他爸妈也来了。好在韩志不会来医院看他，没人知道他和池骋的事。池骋爸妈还开玩笑说，怪不得娜娜没去机场接人，原来是摔伤了，正好池骋回来了，让这小子好好的在医院陪你。池骋望着他，笑而不语。后来他果真在医院陪了2日，从国外带给他的礼物是一条十字架项链。池骋在病房给他削苹果，眉目俊朗如往昔，可他微微抿着唇，言语间终究多了几分疏离。病房气息压抑，连他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忐忑不安，又心慌一片。十字架仍旧代表救赎吗？他眼睛红了，痛苦不堪。池骋离开那日，他已经出院了，可他依旧没去机场送他。吴秀娜觉得他暂时逃不出韩志的手掌心了。1年、2年，直到他后来考了研，韩志都没有放他离开的意思，池骋那边自然而然的也就散了，虽然谁都没有开口明说。吴秀娜觉得自己挺可耻的，也很肮脏。他跟韩志那种关系，怎么还能要求池骋等他呢？双方家长接受了他们的和平分手，虽然十分惋惜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在他与池骋彻底划清界限后，时隔不久，韩志给了他一张银行卡，还有几处价值不菲的房产。饶是他家那种家底，仍旧觉得他出手实在阔绰了些。韩志说，如果你想离开，现在随时可以走，但如果你想留下，这一天他等了3年，意外来得太突然，他眼眶有些湿热，未等他说完，已经很快的应声下来，韩先生，你说真的？声音隐隐有了哽咽，而韩志不知为何怔了下，冷笑着别过脸去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留在我身边吧？也对，你不爱我，你有喜欢的人，我送了你那么多首饰，你脖子上只有那枚十字架项链。吴秀娜，你走吧，我玩腻了，你也别成天恶心我了。离开韩志后，吴秀娜搬回了家。她如今在自家公司上班，妈妈管理工厂，她帮忙管理办公室。人一旦忙碌起来，什么都顾不上了。等到又1年除夕，她都已经27了。傅娟让她去相亲，对方是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周伯伯家的儿子。2家人相约着吃了顿饭，结果是周家儿子嫌她太正经，他嫌周公子轻浮，互相没看上。吴秀娜长得是不错，但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美女。妹妹吴若涵悄咪咪地提醒她，告诉你个消息，池骋哥目前也是单身，你还有机会。他与池骋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了。池骋回国后，自己开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，并且早就搬去公司附近去住了。那晚破天荒的，他鬼使神差地溜去他家楼下。天气很冷，他穿着卫衣，戴着帽子，坐在楼下花坛，出神地看着他家灯火通明。合该他运气好，因在年后，池骋那些日子就住在家中，并且池婷出来倒垃圾，看到了他，转身进屋就告诉了哥哥。池骋出来后，看着一脸错愕的他，笑容和煦，吴秀娜，你是不是傻？他站起来，一时结结巴巴，涨红了脸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不知道你在家，大冷天的，你在这坐着干什么？吴秀娜尴尬的笑，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，刚好走到你家楼下了，那就不考虑进去给我爸妈拜个年，可以吗？你说呢？池骋向他伸出了手，他心里怦然开出了花，激动的差点落泪，迫不及待的去牵了他的手。那晚，池骋爸妈很高兴，临时给他包了个大红包。池骋在国外后来也谈过一个女朋友，可惜回国后就分了。他如今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家里希望他尽快结婚生孩子，提了几次相亲，他都没有露面。吴秀娜长得漂亮，学历也高，而且家里知根知底的，池骋爸妈还是挺喜欢她的。池骋妈妈给她泡咖啡，很直白地说道：“娜娜，既然你们俩决定在一起了，我觉得没什么相处的必要，改天约你爸妈出来商量下和池骋的婚事吧。”她的脸红了下。池骋爷爷天天念叨着要抱重孙，你们结婚后小两口可以单住，我们绝不打扰，只一点，希望你们尽快要孩子，趁着年轻身体好，可以多生2个。她的脸更红了，下意识地望向池骋，他正认真地削苹果。削好的苹果递给了他，笑了下，别听我妈瞎说。可是他接过苹果，轻声说了句：“我愿意的。”然而这句话不知道池骋有没有听到，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。苹果很甜，逗留一会儿，池骋送他回家了。2人在楼下告别，吴秀娜主动吻了他的脸，然后脸红心跳的回了家。吴若涵还没睡，吃着零食在沙发看电视，头都没抬的打趣他，还挺主动呀。他顿时心塞了下，你怎么能偷看呢？我又不是看你们的，看帅哥呢。大晚上的哪里有帅哥，撒谎都不会。谁撒谎了？你过来看。吴若涵拉他到窗口，指着小区外面的马路。路灯下停了辆黑色轿车，有个男人斜靠在车身，安静的抽烟。那道颀长身影令他心头一颤，是韩志。吴若涵说，我都观察好几天了，他经常来，每次都是这个点，抽完烟就离开。
而且他总是看我们家的方向。姐，是你的桃花运还是我的桃花运啊？我怎么看他有点眼熟？窗口有风，吴秀娜只感觉风往衣领里灌，凉到了骨子里。好巧不巧，韩志抬头望了过来，下一秒他脸色苍白地躲了过去。就在今晚，他的手刚刚够得到池骋，离幸福那么近。哎，他走了。吴若涵说完，再回头，吴秀娜已经回了房。有了他的提醒，吴秀娜时常在晚上偷偷望向窗外。但那次之后，韩志再没来过，他松了口气，又隐隐担心。与池骋再次确定关系后，他快速地搬去与他同住了。都是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了，傅娟也不太管他。对于池骋，傅娟是满意的。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期，他们早上一起出门，各自去公司上班，中午会发个微信告诉对方今天吃了什么，然后晚上家里见。他偶尔会亲自下厨，煲汤煮面，西红柿鸡蛋面，葱花和香油放一点，很简单，但香气弥漫。池骋跟朋友聚会，他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窝在家里看郭德纲的相声，生活安逸，令他忘乎所以。直到那日，池骋与几个朋友聚会，喝多了，让他来接。他匆匆赶去，看到的人都很眼熟，那是与池骋一同留学回来的几个大学校友，其中有个叫于青青的女同学，他认识，都是同一学校的，而且上大学时他追过池骋，追得还很紧。后来他与池骋一同出国留学，在第2年的间隙，两人好上了。回国不久就分了手，池婷曾告诉他，他哥哥是被甩的一方。而此刻，池骋正靠在前女友的肩上，醉得迷迷糊糊。吴秀娜皱眉，上前将他扶起来，与众人告了别。轻轻望着他，眉眼带笑，意味深长，那目光令他十分不悦。那晚，池骋回到家，难受得厉害。吴秀娜帮他煮了醒酒汤，喂给他喝，又帮他换了衣服，擦脸擦手，直到他躺下的时候，他才呆呆地坐在床边。同学聚会而已，池骋很少喝得一塌糊涂。半夜，他睡在池骋身边，迷迷糊糊听到他呢喃了一个名字，青青。意识瞬间惊醒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凑近了他，想到听清楚一点。这一次果然是听清楚了，他做了梦，一头的汗，声音茫然无措，青青，别走。吴秀娜当头一棒，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去，摸着他的脸，池骋，醒醒。呼唤有用，池骋没有再呢喃，握住了他的手，梦魇也醒了，但人却仍是茫然呆愣的。你做梦了，梦到了什么？他凑过去，流着泪吻了他。年少时爱慕的少年，从始至终都是他一厢情愿吗？最先动情的是他，追赶着他的是他，表白的也是他，主动联系的是他，从谈恋爱时便是如此。若不是他刻意维持，池骋不会给他任何回复。他跟杨思玲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与韩志在一起的那3年，池骋身边有个叫青青的女朋友，并且他在午夜时分叫着她的名字。他搬来与池骋同住，平时都是各住一个房间。池骋没有碰过他，他没有提那种要求，而他自然也是不好意思提的。可今晚他控制不住的想将自己交付给他，半醉半醒，池骋要了他。窗外树影婆娑，纠缠之中，池骋吻了他的眼睛，像是清醒了一些，眼神怜惜。娜娜，你哭了。吴秀娜喜极而泣，还好，她知道此刻同她在一起的人是谁。后来，她朝池婷打听过于青青与池骋分手的原因。池婷说，好像是于青青觉得我哥对她不上心，耍小性子，以分手来试探，结果我哥同意了，她又反悔了。哎，我哥那样的人，我妈都说他没心没肺，在国外那些年都没往家里打过几个电话，回来后又搬出去住了。他就是那种性子冷的人，跟他计较什么呢？是啊，池骋的冷，他也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。可是，倘若这性子冷的人不知不觉爱上别人了呢？池骋去洗澡，他第一次动了看他手机的念头。可是不该看的呀，青青与他的聊天记录几乎每天都有，虽然大都是女方在说，他鲜少回复。青青说，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？池骋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好爱你，好想你。池骋，你说话呀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池骋回复，我已经有娜娜了，如果没有吴秀娜，你会回到我身边的吧？不知道，你爱她吗？还是只是因为她很不错，是个乖巧听话不会抱怨的女朋友，你觉得她刚好合适，让你感觉轻松，对吗？池骋，你觉得我粘人爱发脾气是因为我心里有你呀，你心里清楚，你根本不爱吴秀娜，别自欺欺人了，即便不是我也不会是她，你没有看清自己的内心，跟谁在一起都是徒劳。闭嘴，别说了。吴秀娜可以想象到一向好脾气的池骋是如何变得烦躁，简单回了几个字，扔了手机在桌子上，仰头闭目。他只觉手脚冰凉，头脑也冰凉，冷得直哆嗦。那天天蒙蒙亮，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池骋这里。清晨的早点铺子刚刚开门，他漫无目的买了些早点，无处可去，拎着早点回了自己家。路过药店，还不忘进去买药。他清醒得有些残忍。到了小区楼下，意外的又看到了韩志的车。他心里一沉，上前看了一眼，透过车窗看到韩志坐在主驾后仰着睡着了。他怎么敢一而再再而三地独自开车出来呢？
韩志身边从来都是左拥右护，带着保镖的。他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年，有一次韩志要带他去山顶看日出，他说可以不去吗？我起不来。韩志说不可以。他低声嘟囔，一群人跟着，哪里是看日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华山论剑呢。声音很低，但韩志听到了，难得的笑了一声。后来他独自开车带他去了山顶，山川秀美，日出壮观，他惊叹不止。回过头去，看到韩志漫不经心地靠在车上，点了支烟。他其实很爱抽烟，烟瘾很大。男人的眸光透过眼镜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日出，一向冷漠的神情竟有半分柔和。他那时不知，韩志这样的人树敌太多，想让他死的人也太多。下山的时候，不知从何处冒出一辆货车，开得特别快。紧接着枪声响起，吴秀娜尖叫一声，发现挡风玻璃被打碎了。韩志的车仍然开得很稳，这种情况下，他竟然没慌，嘴角勾起冷笑。半路，他们弃车而逃。韩志拉着他在山林里跑，两个人目标太大，他又穿着裙子，是个累赘。可他没有抛弃他，虽然他事后回想，觉得韩志完全可以将他推给那几个杀手，这样他逃脱的几率会更大。性命攸关，毕竟他这样心狠的人应该做得出这种事。可他没有，拉着他钻进山林，林子枪声作响，飞鸟乱窜。合该他们运气好，韩志在山坳处找到一块凸起的岩石，二人藏到了岩石底下。吴秀娜紧偎在他身边，原本害怕的直发抖，可是突然抬头看到他似笑非笑的看他，莫名的就不紧张了。他说华山论剑，刺激吧。那么紧张的氛围，他噗的笑出了声，又赶紧捂上了嘴。二人逃命的时候，韩志是护着他的，枪声乱响，他的手臂被打到了，流了好多血，吴秀娜的脸都白了。后来联系上高成，高成带着一群人过来了。那之后，他有大半个月没见到韩志。听说他在治疗枪伤的同时，悬赏重金活捉那几人。捉到之后，下场挺凄惨。吴秀娜时常后悔，不该多嘴。虽然她在韩志身边心不甘情不愿，可是她也不想他出事的。总之，从那以后，韩志出现之地戒备森严。可眼下，二人明明分道扬镳，他又为何几次三番地跑到他家小区？吴秀娜有些紧张，难道他是反悔了？他与韩志在一起后，其实他身边很少有别的女人，除了那个害他摔下马的女明星，韩志后来几乎独善其身。接触久了便知，其实他对男女之事并不热衷，他喜欢的是征服的快感。但鲜少有女人需要他征服，他只需勾勾手指，很多女人就迫不及待地上前了。四季过往，吴秀娜有些后怕，但定了定神，还是拍了拍他的车窗。韩志睁开了眼，望向窗外，眼中片刻茫然，很快又清醒，恢复如常。他打开了车门，吴秀娜坐在了后座，将手中的一杯现磨豆浆递给他。刚买的，还热呢。他坐在前面，他看不到他的脸，只是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伸手接过。韩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吴秀娜心里忐忑，提醒他说过的话就不能变了。韩志轻笑一声，当然。他于是放下心来，又迟疑着问，那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说话间，韩志透过后视镜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落在他脖颈上的痕迹上，眸光眯起，紧抿着唇，脸色变得难看。吴秀娜心里莫名的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紧接着，韩志冷笑一声，眼中泛着寒光，下车。声音冷漠阴沉。吴秀娜尴尬了下，很快打开车门。韩志开车离开，现磨豆浆从窗户扔出来，洒落一地。真没素质。他的笑凝固在唇边，上前捡起杯子，找个垃圾桶扔了进去。他心里清楚，韩志是个疯子，他不能陪着他发疯。相比待在他身边，哪怕驰骋不爱他，他也愿意陪他走下去。现在不爱，总有一天会爱的吧。就如同他为了站在驰骋面前努力了那么多年，可是这一次上天好像没有站在他这边。这天晚上，因临时要给甲方文件盖章，他开车去了办公室。那么晚了，没想到2楼预算部一个新来的员工还在加班。他有些惊讶，工作不用这么拼，太晚了，先回家吧。那男孩刚刚大学毕业，一脸青涩，还很内敛。他家公司规模不小，员工也很多，有些职场内斗在所难免，新来的员工被老员工刁难也是有的。吴秀娜隐约知道一些，预算部的主管是公司老人了，脾气不是很好，但业务能力强。他这个名义上的小老板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。那男孩默默地关了电脑，跟着他下了楼。天气预报有雨，出去的时候果然下大了，公交车已经没了，下雨又不好打车。他好心问他住在哪里，打算送他回去。结果人家住的地方是西城区，离得有点远。但话说出去了，又不好反悔。雨天车速较慢，吴秀娜开了快40分钟，才把男孩送到西城区的家。返程路上已经快11点了。单身女人开车，途经一段人迹罕至的公路，难免心慌。结果越慌越乱，雨下得大，视线不好时，突然前方窜出了什么东西，猛烈的刹车，似乎还是撞上了。吴秀娜吓得浑身发抖，下意识地想下车去看，但理智告诉她不可以下车。她掏出手机，
给池诚打了电话，接通后却是女人的声音：“娜娜吗？池诚在我这儿，喝多了，今晚不回去了。”是于青青。说完，那懒洋洋的声音就挂了电话，真让人浑身发抖。先前撞到的那东西慢慢悠悠地站了起来，是个凶神恶煞的男人。车灯的照耀下，吴秀娜看到他一头一脸的血，身形高大，站在雨水中，凶狠地盯着他，如同鬼魅。他第二个拨出的是高成的号码。其实他胆子很小，和韩志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事都是他在帮忙解决。刚考完驾照的时候，有一次汽车追尾，对方也是凶神恶煞的汉子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报警。结果交警来了，认定他全责，对方又狮子大开口，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高成出面来解决的。后来韩志看着他，轻笑一声，挺有骨气，倒是不嫌麻烦。再有状况，他已经学会第一时间打给高成了。这次他又打了高成的电话，高成告诉他锁紧车门，不要下车。他很怕，雨夜之中，那人已经脚步蹒跚地上前，拼命地拍他的车窗。他不敢去看，抱着头趴在方向盘上。韩志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打了进来，他说：“别怕，等我。”他们来得很快，在车外那人捡起砖头砸车窗的时候，高成上去就是一拳。后来他哆哆嗦嗦地上了韩志的车，韩志拿过一张毯子包在了他身上，毯子很熟悉，可爱的卡通小鹿图案，是他从前在公寓住的时候买的。那晚他又回了公寓，洗了澡，喝了杯热水，心里才平静下来。他对韩志说：“是我撞到了人，我好像又是全责。”惶惶不安的样子，像极了一只小鹿。韩志细写地看着他，声音起了玩味：“如果你愿意，没人会知道你是全责。”他的脸刷得白了，猛地抓住了他的衣袖：“别，韩先生，我全责，可以赔钱，多少钱都认，别那样做。”“哪样做？”韩志低头看着他的手，轻轻笑了：“多少钱都认。你如今是阔绰了，看来日子过得不错。”吴秀娜讪讪地松开了他的衣袖：“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”“怎么谢？”韩志盯着他，摘下眼镜的眸子是深褐色的，无比幽深。“我说过，我不做亏本的买卖。”吴秀娜皱起眉头，紧绷着下巴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“吴秀娜，你可真是一点长进也没有。”韩志冷笑，说罢起身离开了。吴秀娜觉得他似乎变了，但又说不出来变化在哪里。在外看来，他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韩先生。那晚他睡得并不安稳，迷迷糊糊之间，觉得有人坐在他的床边，温热的手抚摸他的脸颊，那气息是曾经熟悉的。吴秀娜心里一紧，闭着眼睛装睡，无意之中听到他低沉的嗓音，喃喃一语，恍惚不定：“我怎么会没有真心呢？我曾经也爱过人的，只是他和你一样，永远不会爱我罢了。娜娜，你最好永远都不要爱上我。”半梦半醒，那男人隐约的呜咽之声，如受了伤的猛兽舔舐伤口。他的心莫名的揪得生疼，脑子乱成一团。窗外树影绰绰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上班，他在办公室难得的接到了池诚打来的电话：“我昨晚喝多了，睡在了酒店，早上回去发现你不在家，昨晚也没回来吗？”“我昨晚回家住了。我刚才也回家了，在小区门口见到了你妹妹，她说你最近都没回去。”谎言被拆穿，二人都沉默了。吴秀娜先开了口，无声的笑了，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快感。“我没回去，你昨晚和于青青在一起也很快乐吧？”“娜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昨晚没跟任何人在一起，酒店只有我自己。你要是不信，行了，池诚，别说了，我们都冷静一下吧，看清楚自己的内心。”挂了电话，他突然落了泪，努力抬头，维持着自己可笑的自尊。兴许他说的是真的，可是他无比清楚地知道，他心里没有他，也是真的。